在我们不断发掘之下，鲸鱼化石巨大的胸腔与腰部出土，更确定了这是一只庞然大物的事实。我们推测，这很有可能是完整的鲸鱼化石，但萦绕在我们心中疑问始终存在：头骨究竟埋藏在何方？为了找寻失落的头骨以及探索更多未知的部位，我们再次回到发掘现场。第二季的发掘结束过后，我们发现到鲸鱼骨骼化石的完整度远超过我们每个人的预期。当消息传回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后，更是让全馆上下大为震撼，因为台湾已经几十年没有大型脊椎动物化石出土的消息。恒春发现的鲸鱼化石很可能是下一个。这一集的发掘，我们的重点将会放在头骨化石的寻找。不过，在这之前，我们需要将上一季发掘的4根相连的腰椎与制作的土台给提取起来。今天呢，我们又再次进到这个沟里面了。那我们要继续上次就是1个礼拜前呢那个发掘的进度。我们今天要把腰椎取出来。这次呢，我们调派了更多的人力南下来处理这只鲸鱼化石啊。那可以看到呢，其实早上呢下非常大的雨。希望呢今天在取出这个腰椎的时候呢，可以一切顺利。刚刚呢这个腰椎我们在路上讨论呢，就说它的这个重量呢非常的重，所以要抬出去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。所以呢，我们就看看要怎么处理吧。当我们抵达鲸鱼化石发掘样区后，我们惊愕地发现，来自上周台风的强降雨已经将棚子给弄垮了。更惨的是，大量的淤土与积水增加了我们判断地层与骨骼化石位置的难度。在开始发掘前，我们必须要开始这项烦人的工作。这淤泥超多的呢，多到难以想象。我现在踩到地板了。啊，真的吗？我现在有在，还有可能15公分，要死哦！可是刚刚更高哎。是一层一层往下降。我觉得我们今天早上大概要花1个小时来处理这个淤泥。不止哦，不止。不用靠太近，不要深。它有一定深度，大概是往下差不多5到10公分左右。不过这烂泥累积速度真的很可怕。还好我们很久没来了。没有吧？不是在那个吗？3天就可以积很厚了。哦。好不容易将淤泥清理干净，接下来就是准备腰椎的提取了。它之前打裂那个缝，好像就是被那个泥巴封住。我现在看好像是下面的样子，可是下面有吗？下面有一整块那个玻璃啊，好像就是这边吧，因为我们上次打的时候，它整个震，找到了哈。那边还有谁是空的 ？OK。那你还用这个？我讨厌是说它边缘已经开始剥离。麻烦你那个上面那个小板凳拿一个。沿着这个旁边，让它把那个土挖开，就是这样子，这样子，你有没有看到？有。哦，然后它弄开以后，不要往上弄哦，就我的意思就是说，让它那个土变成那个这样子。OK。好，然后把土往那个旁边倒，这样子，放这里。OK。然后我们再倒这样子。好，然后拿一把椅子给你。所以你们2个是第一次发掘吗？是啊，第一次来。第一次来，对，也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庞然大物嘛，这种化石之类的。尽管我拍石膏这细的，你看这形状嘛。对，三点细的，那个细的。这个脊椎的那个脊突，对啊。后面都还没掏空嘛，你只有掏空前面的。因为它这个是刚刚自己崩的啦，它已经整个裂了。后面已经掏空了。有后面有掏空，是现在又堆起来了。对，已经全部都已经。那只是填充而已，那个。对啊，然后它后面因为我只能往这边倒，因为那边没有施力的空间。所以那个
这满是不行啊，是第5节的啊，但是我觉得可以用了修大的。哎，你这样可能就不轻了。这个不轻，这个拿起来以后我甲主任讲过啊，啊真正伤重，叫故宫要来海安呢，啊不过要先把它拉到旁边那边，背面要打石膏这样子。立载网处理过这吗？你还知道往右翻吗？啊？你还知道往那边翻吗？往右翻也可以，往这边翻也可以，但是我比较不喜欢往这边翻，因为锥体在这里，这是比较硬的地方。那边应该比较强。要确认人家石膏有没有软掉。你下面这个地方已经有点软掉了，所以我现在要先清下面这些东西。那你要重上吗？没有很硬哦，要再打一层。要靠它原来的那个泥包裹，外面这个你看。玻璃，这是这我等下推开。哎呦，对啊，它已经太湿了，它又吃水。你要再打一次。把这个清掉。好，这个摊平，往低的地方摊平。我卡的低啊。我把这个清掉，摊平。我想办法把那2个铁棍往下面一点，从这边打头身4头身，然后2个往上敲。这个因为你现在。我不好打，这个大概大概5公分，把这个抛掉，往低的地方搬。它就卡在那。已经到下面，底下顶管是泥岩，底下加砂岩的是已经另外一层，就是到地层了。所以那个大哥，你的意思是说，就是现在子睿要挖低于化石，因为。我不想直接敲到化石，对，我要大概低于化石5公分，5公分，然后有一个平台出来，那等一下清的差不多的时候，他刚刚不是说那边那个石膏有点变软了吗？对啊，再加一点石膏，加固，让它包起来嘛。对，然后到最下面我当一个界点到5公分那里，万一，然后我要打2根铁棍，从左右打下去，是，那我石膏是要保护化石的。再强固一点，对，石膏干了之后，那因为我现在要投一个平台，我才能够用那个我两根大铁棍，那我用大铁锤稍微往内打，然后利用杠杆力量把它翻起来。如果顺的话，应该这样就松了。那翻过来之后，我们再慢慢强固另外一边。对，就是上石膏或者说做起来。对，那后者至少把围沿稍微轻。薄一点，不然这个不轻，你要印出去也是大会受伤。大哥，你现在是要锯那个骨头的承载架是吗？我打算刚刚破的那边因为到时候这边施力点，我怕伤到骨头，所以我要这个横杆，等一下石膏的时候，把它埋进去那个缺口。那到时候。我用这个当基准，那这个木棍我打铁棍的时候，我打在这个木棍下面，到时候我敲，这个会帮我保护到化石，可能会受压力，但至少我这边可以挡一下。了解。理想状况是这样的，它能够发挥多少作用，要看实际状况。所以我要先把木棍包起来，先把它固定。就是说，加那个木棍在那边，等于说是。彻底的保护化石，就不会让它尽量能够保护，因为你也要够硬才保护力还比较有。对，如果不够硬的话，但是至少啦，如果我敲的话，至少人不要直接去让化石受伤。是，就是利用这个横木棍，然后撑起上面的化石。那我打算铁棍往里面打。再将木棍以石膏填补进土台下方的空洞，并以石膏强化原本石膏夹克的强度后，我们便开始将钢管打入土台下方。不料，在这关键的时刻，大雨倾盆而下。大概可以了，这个地的深度应该是可以。对啊，我现在把它拉出来。好。我理想状况是，我要打一个水平下去，那基本上应该就是要在那个木棍的下方。对。这个旁边不需要。好，给我一个那个铲子或针。大哥，我帮你把那块弄掉。没关系，我只是
因为你说这一块都不用嘛。对对，因为你那么薄，我颠下去它还是破。然后我要抓水平。好，这样子。稍微有点往上也没关系，因为往上前面是往下插，比化石更远一点。就踩到那个什么那个海狮，他过得去，然后他过去的时候，对，他在那边晒，他那个哇，真的很晒，因为我发现。没有，它应该是需要干净的那个擦手纸，那个有干净的擦手纸，擦手纸还是卫生纸？它现在到哪里了？第二根，大概在25公分进去。它最后打到第4根，然后就是这根就好了。要2根，要2根，因为1根我1根可能力量不够，2根，因为你单1根哈，太单一，那如果吹力太多，这边可能会崩，力量不够，2只平均，然后我们站的人多，只要往上挪，往上跳，在打入钢管的过程中，雨水与溪水不断涌入发掘样区，我们只能够不断地将涌入的积水给捞出，以确保敲钢管的过程顺利执行。第2根钢管已打入土台，但是雨势更加猛烈，水不断涌入样区。为了保护化石与便利提取，我们决定先捞出积水，并加固排水道结构。在一切准备就绪后，接下来我们便开始土台的提取。好，会不会动？来，你也过去那一侧，我们3个在这一侧。来，阿伯有的在那，没距离我。来，1、2、3，再开始啊！好，1、2、3，有，快，回去，这个还要插进去才可以。来，好，再插，再打，再往里面打。我觉得它一样是列在第3节，一样，因为那边它还不够强啊，没有关系，要不然再打进去一点。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是你看这边上次你打的那石膏全部是烂掉的，吸水。因为这个碰到水啊，然后就那个里面其实有包铝箔纸，没关系啊，我们再把它打进去一点。再打个20公分到第4节那边，如果有断，就不要让它裂太多。一根抬起来，一根打进去，然后另外一根再抬起来，另外一根再打进去。好，就那不要打太多，一点点就好。现在到哪里了？大概这个这边吧，3到4节脊椎的中间。然后就把它打穿，我觉得可以。因为我怕你弄膝盖。装个后点往里面站没关系，看你有电或那个不用怕。这边分一块土出来，都是土，还好。这跟这边打，抓一个，第2根要不要这边打？也要打，大哥小心哦，尽量打。我觉得不要之后会是3加1，加一也没关系，我们再另外包就好了。它如果是自然破裂，应该会沿着它那个原本那个间隙破。我刚刚看你们抬起来样，它应该还是跟之前一样列在那边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抬起来就知道了。前面破掉，整个破掉，放吗？它土没有起来，是这个是夹克被掀起来，夹克也不够强啊。夹克整个起来了，是不是？对，就被烂掉了。夹克不够强。没有，就是如果夹克不够强，就是整个把它打到底，然后整个。所以它现在只打到哪里？下面整个崩掉，是不是？它土崩掉。太湿了，所以真的没有办法做一个大的。其实我们很期待这个可以拿起来，但真的太湿了，是很难的。没有办法。这个就要想一下，如果那个头骨也是一模一样的状态，而且头骨的状况是更薄，还是要做土台吗？还是？其实还是要包到下面去的。这可以单独拆下来吗？目前我是想要那个，如果要拆的话，下面要先，因为它那个锥体已经露出来了。对啊。所以等于说下面已经全部空掉了。你看空掉，你趴下去看的话，
你往上摸，那是锥体。对，没错。对，所以我这边要包起来，然后才可以把这根折断。对，很不幸的，由于泥岩水分含量太多，进而造成土台的底部崩毁。在此种情况下，我们决定改变发掘策略，将锥体单独提取。这个布还不是很好记耶。在动，都是软的，都是软的哦。吃水都吃掉了，会不会记到骨头？不会，应该不。正确的地方的话会有泡棉，那个时候泡棉有把它填充在那个骨头中间。哦，对，还有泡棉。对，好像听到泡棉的声音。对，很疏松，又掉下来，不快。这我已经没有办法了，上去要拼了，包进去的。你还要吗？要快点。对。往哪里？它有地心引力，就很容易掉下来。我觉得直接把它打倒好了。好，什么意思？就是把它弄断。对，你看这边几处都已经分离耶。你看它原本是包在急流的，包在脊突上面。对，这里2层，直接割掉了。然后它凸在这里，凸底下加一个包。哎，它动了，它怎么掉下去了？臭，掉下去了。要吗？掉拿出来。慢掉，没办法。那个肩椎盘有受伤吗？它有刚好断在那个帆布给我，两个锥体中间。快点一个小帆布。接近。那没关系，就拿。那接近就都可以，帆布快点。9%，对，有8%。哎，真的。直接拿过来，快点。它断在中间，对不对？它裂进去，对不对？没有哎，断怎样？中间其实你过来看啊，其实情况还好，那就拿它是被压扁了吧？那就拿。大哥，等一因下，为它有断。这里是土啊，下面这里是土啊。没关系，好，不要戳。那边有一块嘛，对不对？对，这里有可以补回去。你先，好，把它搬下来吧。好来。我觉得它断的地方好像怪怪的，还不错嘛，不错，还可以，看起来还不错。还可以。等等回去再修了，这样也比较好搬出去。都断了。哦，等一下，没关系，我知道它在哪里。吹掉，我们等一下记好，然后等一下，你有办法两边，要不要先补？大哥你左右我上下，要不要先补这些？可以。算了，补这样现在补也不好补，就拿吧。好，这个等下出去再这个我们要出去要。来那手机照一下。手机 Jerry， 我没电了，手机没电了。手机随便一台都可以。你给我，你算了，不用照了。先等一下，它是断的呢。没关系，不用照了，拿出去再补就好了。它是斜着断的。好，大哥你慢慢让它冲出来。等等，大哥离右手点到。就这边啊。对，这里还粘。小心大哥首先离开没关系。我捡不到，现在。我来。回去。算了。好了。来啊。那3块，铝箔可以。铝箔。直接接过去，对。铝箔有接，等一下，好吧。来，快干。我先。叫我先抱着。把它压回去吗？压不回去。不，它应该。我情况嘛，这边是直角的，对，这样应该是这样哦。不是，反过来，我记得是反过来。它会不会是在？还是在这边的？可是我记得它刚才那边。是这样啊，4个排在一起的。对啊，就这样就好了。它可能中间有掉屑了。对啊，没关系，我先等一下，这个，没关系，这一块可以先拿走了，因为只剩这一块要补嘛，对不对？然后这边都裂掉。没关系，我刚补起来。OK。好，来，先给它点一下这一块。好。
要去哪里？你旁边那边地方是吗？是这样有。没有，那个是石膏。Jerry 那边麻烦你了。我起来啊！整个就先掉了。整个先掉就好了，不用1、先2、3。点水就会看到。哇哦哇哦！来，等下中麦那里比较重，来，温博那里有温博就。这样，后面有骨头，拉起来往那边去。来，啊，丢给，接一下，快点。很重哦。Oh my god！ That's OK， 他形状都还在，赶快接回去就好了。好。来哦，1、2、3。哎，不行，中间不够坚固。哪里？这里在动。没有，我压住。有我手下去了。就等一下。好，我 OK。没有，这个得断了。有浮在下面 ，OK 了，可以翻了，你可以翻了。好。这个是没有办法会断的啊，没关系，这可以接，这可以接。算了，这另外再，这个已经好，愈合在这边，这两个拿走，这个再等一下再接就好了。好，那因为这是大块的。那好，等我一下哦。你先把手扶起来。好，我把这一块，我把这2块一起拿走。铝箔破咯。没关系，这只要等一下有人帮我顾这一块就好了。好，先不要帮，我直接拿手就好。1、2、3，来，都来。好，你们2个 OK 哦。那一块过来这边吧。好，来，再拾一段给我。这里有。这样 OK 吗？好，你们过去。你还把我脚要过来，所以我们2个哦。你直接切过去吧，这边有那个。好，可以。好，大哥可以。等一下。来，2、你要不要在那边？来，再来1、2、3，好了。先补。那个先把它加固，然后等下再拿回去补。这个 OK 啊，这整块把它取走。这个旁边把它脱掉也没关系。这回去就把它接上去就好了。对啊，我等一下会把下面这边都弄掉。它只有上面这个。就破哎。那我帮你把下面清掉，你再拿过去啊。中间可以 OK 了吗？再判应该差不多。这博物馆如果要展出的话，就是会做复制骨架，就是没有，像这要做这个哇，可能是1、2年的时间了。对啊，还是3、4年更久。我觉得其实把它表面清干净，一堆石膏块排出来，那就已经很壮观了。我并没有想要特别说，要那个补到什么，就是那个复原到什么时候再展示出来。经过千辛万苦，腰椎总算提取了出来。虽然因为含水量高，造成提取时破裂，但是学者可以通过清理与修复，在室内将化石给修复完成。这会是非常艰巨且耗时的大工程。结束了对腰椎的发掘后，接下来就是要寻找那个一直沉迷的鲸鱼头骨化石了。现在回想起来，那可真是奇迹啊！